少主为何要抵抗我？我不会再借我的身体给你使用了。若不是我有复生之力，你我早就命丧东海，死在那沈离的火焰之中了呀！王爷，是我以全部肉身之力保你周全，你却如此对我。你不该瞒我行事，不该伤害沈离。笑话！难道你和我的过去，你都忘了吗？沈行止，少主，记住这个人，上过的沈行止。千年前，行止开辟虚天渊，困我主上。若不是我救出少主，怎会有如今的光景？少主年幼体弱多病，是我以300年心头血喂养少主，才终将你的顽疾驱除啊！少主，属下知道我的心头血行为重，但你只有喝下它，身体才会好起来，日后才可以打开虚天渊，救出你父亲。真的能救出我父亲吗？真的。来，坐，来，满上，老公，你立大手啊！来，干！我送你去灵界参军，是为了救出主上，而你却为了沈离多次误我大计。让沈离嫁去仙界，便无人看守虚天渊，这更有利于我们行事啊。可少主啊，少主，你为何要故意被他所伤，帮他逃婚呢？
被赤羽枪所伤，哪那么容易好？收着吧。少主啊，少主，你当真被儿女私情迷了眼睛吗？你我相依为命这么多年，咱们的千年大计就要毁于申离的手上吗？我跟你说过，申离不能动。你的这份仁慈，为什么不在离开王都的时候用上呢？我清楚的记得，有一个将军想要把你从傀儡的手中救出来，是你用剑杀了他。还有你最亲密的战友。别说了，我偏要说，别说了！你若忘了，我跟你说别说了！我跟你说别说了！兄弟们，看住我！这秘密！徐庭渊的缝隙是你打开的。恭喜少主，君临天下，指日可待。只是力量还不够，这逃出来的不过是相对较弱的一人。你，少主，你是有名之子，一直都瞒着灵姐，如此行事，真是不巧啊！都让他知道了，我的竟被你蒙骗了这么多年，要怎么做？还用我教少主吗？少主还在等什么？等他换来更多的人，让你杀吗？我跟你说过，心软和犹豫是最不可取的。你年幼的时候，我教你的，你都忘了。
你是什么人，你也都忘了吗？令尊和王爷都看错你了。现在不是做选择的时候，你一出生，命运就帮你做了选择。你身上流着谁的血，你改变不了。你的刀刃早就注定了指向何方。如果他活着，你就再也回不了灵界了。灵尊金印不用。得再找其他的了。今日灵界的莫方将军是否已经死了？既然已经对灵界动手，那便停不下来，审离他。我说过了，沈离是我的原则，他不懂。少主，这可由不得你啊！少主，你便休息几日吧。少主，你都想起来了吧？你又是如何欺骗沈离的？这么多事，
你都做了，你都瞒了。一早就回不了头了。好吧，少主，既然你如此执迷不悟，既然已经失去了本心，那你这一具我救活的身体，就不如彻底的为我所用吧！体内空空荡荡的，一丝灵力有我，简直像个未曾修炼的凡人。里面猎人醒了，快去通知大人。这回怪得很啊！你想想，大人在房间里那么长时间没出来，只用这一个阵法困着这个碧苍王，我要是贸然前去，会不会？我让你去你就去，哪有那么多废话呀？又耽误了大人的事，你我吃不了兜着走。去，去呀！他们要练上，你就主动催化催化，给他们就好了。有什么不能招的？这个法阵每天这么取你的血，你不嫌痛我都看恶心了。你看看我，堂堂北海三皇子北小炎，我连内丹都给他们了，不照样活得好好的吗？知道与我一同受难的人不开心，我便安心了。碧苍王神灵，今天你能听见啊？嗓子也是好的。你好不容易有这么美丽开头的一天，你说话就不能悠着点儿？这种鬼地方，怎么开头也都不会美丽的。我当时希望我日日皆是五感全失。还好嘛，就是眼睛看不见。你嗅觉呢？触觉呢？你今天要是没有触觉的话，还能好一点。托你的福，我今日五感恢复其三，触感便在其中。那你可得忍住啊！我可不想等会儿法阵启动的时候听见你惨叫，我会害怕的。哎呀，是你们那日海上一战已经3个月了，
哎， 3个月了，若是在人间还好，此处若是在仙界或是灵界，外面只怕早已沧海桑田。神灵，哎，神君醒了！神君，你可算醒了！来，慢点，慢点。神君，您身上这些被天道力量所反噬的伤，我们根本就治不了，只能就近将你带回东海龙宫。3个月了，整整3个月了，你可吓死我们了！是啊，找到了吗？找到了。 在神君昏迷的这3个月里，小王差遣了无数解冻的虾兵蟹将，终于在海底的一处寻到了那残枪的遗迹。经过灵界军事鉴定，那确实是碧苍王生前所持之枪。他们还想要回去，我是费尽口舌，苦口婆心，终于给您留下来了，就在此处。 来，慢点，神君。灵界的人怕是以为你已经战死了吧？不知灵尊的伤势恢复的如何？都城恢复秩序没有？肉芽和须须会不会哭？还有天外天的神君会不会也有几分感慨？失了些许淡然，只是星之身上的背负太多，他不能失去那份淡然。便是3界皆悲，他也不能有一分动容。这是神明应有的态度。当初那般动，那般避，可终究还是躲避不过。早知有今日，当初就应该对沈离好一点，更好一点，至少护得他不会受那么重的伤，哪怕让这茫茫3界古今诸神、浩渺天道全都知道。如今3界确实也都知晓了。只可惜他听不到了。就连堂堂碧苍王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被绑进来的，也不知道这是哪里。雨过
世人心的目光。啊，难怪他们用极寒玄铁来锁你，唯有此物才能抑制你体内的火灼之气。都怪你，把这弄得这么深。更麻烦的是你的五感，还有声带，每天皆有几感莫名消失，要么今日无法视物，要么明日听不见任何声响，说不出话，要么就像今天这样，消失两感，出现三感，每天皆在变化，太刺激了。是啊，真是烦不胜烦。不过左右都是身处于牢笼之中，五感于我而言早已经不重要了，我都已经习惯了。难道你不是吗？在这没有法力，寸步难行。有时阵法启动时，我甚至庆幸自己时不时消失一下的触感。他们越是竭尽所能地折磨我，我越是毫无所感，心里还生出一股优越感来。王爷可还安好啊？福生，这家伙居然还没有死。原来你复生之命是取自你的复生之力。来人的路上，听闻王爷最近不敢尝试。今日看来，虽双眼无法视物，听觉却恢复了呀。东海一战，他们也算是损失惨重，暂时无法出去为非作歹。此时若能与先前联系，哪怕先前的兵再不管用，做将士拿了他们那些通天的法器，战力至少能提高10倍。若我能回去，月吗？是没有回去的一天。3个月了，我已有些难服了。王爷，还不愿意主动交出碧海苍珠吗？碧海苍珠，你若真有本事，别需要废话。3个月了，你能炼化我吗？我求求你了，做个哑巴吧，别再刺激他了。
王爷五行为又是凤凰之身，东海之上一场涅槃，将碧海苍珠融入了血液之中，这世间所有的烈焰都无法灼伤。确实，这小小的法阵无法炼化你，王爷不肯配合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三皇子莫要害怕，你和他不一样，你对我们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，我们不会亏待你的。好。看来王爷也是会知道痛的呀，那便受着吧。王爷，他来抓我的时候，可没有这么纠结啊。哎，你没事吧？何必诈尸啊？你没死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没死。将北海所有的情报都告诉他们，令北海王族王权被夺，使其成为傀儡，偷袭先前。三皇子心中便无半分愧疚。我自然愧疚，可是我也没有办法，我又不是你，我受不了这样的痛苦。而且我母妃有罪，自幼便受他人歧视，北海王族之于我，实在是无甚亲近。我背叛他们，
也是无奈之举。人人没有几个苦衷，但是背叛总是让人难以原谅。人不为己，天地诛。你又何苦与他们嘴硬呢？这个阵法已经开始生效了，你就把那什么珠子给他们就完了，你也能少受点苦啊！绝无可能。我真不明白你，都这个时候了，你还能笑得出来？当然，本王已经被练出来了。练出来了。丝线阵法已经开启，不出3日，沈离体内的碧海苍珠就能被我练出。少主啊，碧海苍珠，咱们就要到手了，认命吧！待我取出了碧海苍珠，沈离那具残破的躯体，任你处置。我说了，沈离不能动。那个，带我一个呗。哎。我也。既然是磨坊把我救了出来，他又背叛了福寿盟，可就算今日口能言，我对他也已经无话可说。凭借将士和百姓的性命，已经在我们之间画出了清晰的界限，也可以与我行军作战。谋杀公司的兄弟已经亲手把自己杀死，如今跪在我面前的
是反灵族疆域，屠灵族百姓，杀灵族将领的敌人。若枪在手，我便会与他一战。王爷，我来不及去训练兵了，我要去引开追兵，对不起了，王爷。阿离，阿离，你这是救了我一命。你跟我说过，你能照顾好你自己，怎么会把自己照顾成这个样子？啊！你从来不会在人前喊疼，你这样的表现，如果不是你在睡梦中，恐怕此生都没人。真应该好好教训你的，你这个逼草！你为什么这么逞强？一定是这段日子你过得非常痛苦，没有人在你身边护你，你只好一个人逞强。从此以后，我会一直在你的身边护着你，不管是天为天大，还是三界聚会，我定会护你无虞，谁也别想欺负你。
轻落红尘，便一念成王。再多缠绵，筑一生孑然。浮生梦话，与你把酒相望。是命何如不可恋？不过这一场世间的缘，完整了这个红圈。一定不会对你手下人。今日，你要么杀了我，要么便走吧。阿离，是我。今日我看不见，听不见，但我还不是个废物。你若还念一丝情感，便走吧。大胆，放本王下来。从今往后，我不会放手。莫凡不会如此僭越。你是谁？既然你看不见也听不见，便也不知道我是谁。这些天我如此寻你，你太让我伤心了。你身上有海水的味道，可是附近的渔夫。渔夫？我不管你是谁，也不知道你要做什么，但你且听好，我非寻常人。你看我这一身不同寻常的伤，便该知道。但是，即便我伤成这样，你若想害我，我也有100种方法对付你。但你若想帮我，他日待我伤好，我必定写重礼来报。你都这样，还在跟人斗智斗勇。沈离啊，沈离，我不知道是该夸你，还是该心疼你。我感觉到你胸腔在震动，但我听不见你说话。若你答应帮我，就拍我2下。已经连着3天没有恢复视觉了。先前在牢里便罢了，如今却是在外界一个陌生的地方。我继续了解周围的环境，这是哪儿？安不安全？离临界多远？离我逃出来的地方又有多远？最重要的是，我想知道救我的人到底是谁。他应该是个渔夫，不爱说话。这3天里，便是听觉恢复时，也没有听过他说话。目前看来，此人应当无害，但他为什么要救我？不图财也不为色，没有计较的付出，这才是最令人心。此时的我便是个废人，只能躺在床上有人伺候，实在挫败。这个人动作很轻，倒不像那些粗鲁的山野莽夫。是中午还是晚上？
无事。这是哪儿？东海边上。魔方竟然把我送到了东海边上，他难不成指望有谁还能将我捡回去吗？灵族一旦确认的事，便不会再抱有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。我失踪一这般久，灵尊定是认为我死了，哪还会派人来寻我？至于仙界，愿我没人会来寻我吧。虽说我御剑行止之后，好似每次战斗都会受伤，但每次行止也都会恰恰救了我的命。而这次，我自己来。真狼狈。还吃吗？这6根玄铁由内外契合而成，由外面的玄铁将里面的铁心包裹住。当时，他们是用里面的铁心穿过骨肉，再将外面玄铁宣合而上，将两者拧在一起，一头连一根铁链，可知我无法挣脱。这几日外逃颠簸，玄铁有些松动。我欲求你将我这玄铁拧开，这期间场面或许有些难看，但你若帮我，本王便承你一愿，以作报答。好。那趁我今日没有痛觉，你便帮我拧开吧。没想到你做事如此仔细，可有修道的想法。待我伤好后，倒是可以给你寻一条门路。我却认为，仙道却不如如今自在。仙人们是极自在，那仙界最不自在的，怕仅仅只是那一人。你尽快，我不会懂，但是身体却是有个极限。
还行吗？可以，继续。你也是闪灵，闪灵，你是闪灵，你也是无名是神。来，过来晒太阳。我不过去了，我会害了你。我很厉害的，没事。我知道自己应该离开这个怀抱，我们的责任都逼迫着我们两人应该渐行渐远。但是，愿上天仁慈，原谅我这一刻的无法挣脱和不管不顾。就让我做完这一场梦。
然又见你，清风校园灯亮盏，梦醒时分，谁又轻叹苦短？眼前未见你，沧海无从更辗转，只余星空余年无常暗淡。想一汪苦水，甘愿沉默不知返，水中月似谁系，入深一点帆。长夜太寂寥，有你方可渡彼岸，无所求为你恐怕。斩断囚笼，只剩续一场梦，转动星辰，愿速会初相逢。纵使天地冰封，回忆太汹涌，满目的红，苍茫之中相拥。望海天尽头，一切终归于寂然，其余乐似幻觉，如朝露飘散。孤立于世间，遥想昨日何为盼，无所叹，只求无憾。斩断囚笼，只剩续一场梦，转动星辰，愿速会初相逢。仍有万物同在，同一片星空。他愿归来，遨游碧海苍穹。我说呢，有哪个渔夫能有如此特别的气质？行止啊行止，我还真的又被你捡到了。上天当真不仁，竟许咱俩如此孽缘。你救了我，却不点名，不说破，是因为你猜到了，如果我知道身边的人是你，就一定会离开。我们都清楚对方身上的责任，也都能猜到对方会做的选择，但你猜不到，碧苍王沈离并非无心之人。我也会软弱，也会想要沉溺于温暖。就让我在伤好之前，不做碧苍王。
只做审理吧。今日倒是能失误了。他现在肯定皱着眉头，摇头苦笑，真是令人倍感舒畅。姑娘是能看见了。我这五感时好时坏，今日触觉、嗅觉、味觉都坏了，但是能听、能看、能说，也算是幸运的一天。为何会如此？具体缘由我也不太清楚，反正现在也是没有办法，我便就先将就着吧。公子看起来粗犷，没想到说话却温和儒雅，彬彬有礼啊！我是一个粗人，我怕这鲁莽起来会吓到姑娘。哦，敢问公子如何称呼？我姓于，单名……难不成单名一个夫字？不是，一个一字。哦，于一公子，多谢于一公子，将我4只的玄铁取出，实在是劳烦公子了。本不想继续叨扰，但是现在实在无法动弹，还需公子多照料几日。没事，